今天我将会在3位朋友的陪同下，在日本度过5天的旅程。这会是我第一次一手包办所有的事务，但在我们要登机前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第一航厦，所以我以为它是个圆环，不管走到哪里都一定会绕到原点。右边的15号跟左边的15号是不相通的。我们离登机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我们是走错路的。感觉肉酱酱很好。谁说要吃意大利面？所幸我们还是有惊无险的搭到这一班飞机，但我们那时候在登机的时候还是出了一点小 trouble， 就是我们搞错了登机时间，导致我们其实不是第一批要登机的，但是地勤还是好心的让我们先上机。我第一次坐这种飞机耶，太酷了吧！就这样。你他妈在里面！因为我们有2个傻逼来日本的时候，全身上下的存款2个加起来不到5万，所以他们也要挑战拿台湾的银行卡去插日本的提款机。现在领钱了，不要，可悲！现在外面的温度-1度，我就快冷死。然后我看到东京的地铁，让我想到一些不好的回忆。但是我第一次去东京的时候，我吐在东京地铁的椅子上，我那时候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。不过还好啦，这次身体很好。早。首先，我们第一站就是竹地市场。我们当时到竹地市场的时候，大概是9点多的时候，所以那边基本上什么店都没有开，所以我们只好随便找个东西来垫一下胃，不然我们可能到那边真的会饿死。これのセットです。まあ下のご飯。はい。そう。これ2000。これ2000？同じです。はい。ものも同じです。はい。OK。因为我们几个真的饿到受不了了，所以我们就在隔壁随便找了一家店来吃那个海鲜冻饭。对，然后你刚刚看我那个蹩脚的日语，没想到我可以跟他顺利达成沟通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完全没有想到。我点的就是招牌上面那个2700的海鲜冻，整体来说是算好吃的，不过我在这个时候问了一个非常蠢的问题。可是吃生的不是要配瓦萨比吗？干嘛？喜欢就好了，问题那么多。有瓦萨比。消毒啊！屁还多，假赛，你这样真的没有消毒，他真的没有消毒，他们该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要做的事。你以为是他们可以帮你消毒？你真是干，真是白痴！老一辈的骗子。吃完午餐之后呢，我们就决定到附近逛一逛。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搭的是红眼航班，4点，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睡眠，我们就来到日本。于是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，刚从全家出来，睡了2个小时。因为那间民宿它是预定说让我们11点可以提早入住，所以我们只好在全家里面先睡个2个小时，等到可以入住的时候我们再进去。但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累到快不行了，所以我们打算先睡个2个小时，再去我们的秋叶原。不过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睡过头了。现在11点，我有点睡太晚了，像那种感觉我在日本住公寓的感觉。还有ございます。请用的。还有没有爱丽美特咖啡？我现在来到了时代最大的动漫店，是吗？没有，好像是全日本最大的吧，我听说。吴玉婷是不是这样？吴玉婷要干嘛？要拿传单。你要干嘛？要拿传单。要干嘛？没有，他没有传单，他是真的高中生。我想拿传单。他是真的高中生。白上有点空。来吃哦。接下来我们整个下午基本上都泡在爱丽美特这里面，然后在我们逛完 Uniqlo 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，我的包包不见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在 Uniqlo 里面试衣服，我就把我的包包随手放在那个柜台上面，结果我走的时候我没有拿到它，然后我就这样默默的走出去，就像现在这样子。等到我们走进去刚刚那一间商店的时候，走到一半，我突然想到我的包包去哪了，于是我赶快回去刚刚那间 Uniqlo 找。然后问店员说有没有找到一个黑色的大包包，还好有人捡到，然后交还给柜台。我的护照啊、摄影机啊、钱包啊什么都在里面。如果真的被拿走了，
我可能真的回不了台湾了。早安，各位，今天风有点太大了，因为第3天我自己排的是自由行程，就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好，我有几个想要去的地方。因为第2天晚上我基本上都在池袋，所以我根本也没拍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直接跳到第3天啦。而今天的第1站呢，就是来到东京一定要来的一间神社，没错，就是浅草寺。我还记得我10年之前来过这边1次，然后就没有再过来过了，所以这算是10年前的就地重游吧。他们日本好像摄影会有佩戴一个牌子，我刚刚看那个上面写个小心。其实这里已经跟我记忆中差别已经有点大了，因为我完全忘记这边到底长怎样了。老实说，这边有点新时代与旧时代的感觉。来到浅草寺的第1步，当然要先做什么呢？没错，就是来抽签啊！听说浅草寺的大吉是非常难抽到的，那我就来接受挑战，让我成为抽到大吉的男人吧！吉耶，虽然不是大吉，但也不错。好吧，看来我没有成为抽到大吉的男人，不过我现在也是有吉的男人啦。你们现在看不懂对不对？不过我也看不懂。其实上面主要就是说我今年可遇贵人，然后整体运势会非常好，事业也会非常好啊，怎么样的？对，大致上是这样。在简单的参拜过后，然后买了个御守之后，我就离开了浅草寺，然后前往我下一个想要去的地方。懂他们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没错，这一站就是须贺神社啦。不过须贺神社有名的点，并不是说它的寺庙有多壮观，而是因为它外面的那个楼梯，就是你的名字龙与三叶相遇的那个场景啊。这个地方一直都是我非常想来的地方，从我国中到现在，我非常想要来这边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《你的名字》这部电影。好了，现在参拜完了，我现在要去，蛮近的，我现在去新宿好了。好，现在我要走到高铁站，不，捷运站。我不知道要走多，等一下。哦，靠欸，在这里。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每隔大概5公尺就会有一个发传单的，发传单到底那个发传单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不了解，就是我现在后面看到那个每5公尺就一个发传单，他们是不是有营业规范，就是规定5公尺要站一个10公尺要站另外一家店，是不是？就在我逛得正开心的时候，我耍白痴进去了一家夹娃娃机店，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天啊！我觉得我刚刚做的最错误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妈的花1000块去夹那该死的娃娃，他真的很过分，他就是一直给你希望，然后又给你绝望，那个真的很奇怪，那个完全下去抓的时候，感觉很无力，你知道吗？夹公仔机 ，Oh my god！ 我在看到夹公仔机，我现在很不爽，然后还不如直接去买嘞。直接去买还不要花那么多钱，牙起来就算了。他妈的 ，Google 还给我推荐YOASOBI的演唱会，他明明就知道我不能看YOASOBI的演唱会，然后还推YOASOBI这会给我听，这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因为时间也不早的关系，所以我决定先坐地铁回家。现在是早上11点，我们要去神田明神。我看我今天可以走几步啊？来到了神田神社。自从我看完了 Live 动画之后，我就一直很想要来神田明神。我原本还不知道神田明神就是这边的原版，然后是偶然看到真的那个日本新影片，我才知道神田明神居然就是 Love Live 里面那个神社。于是这次日本行，我就特地排了一次神田明神的行程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
其实当我走到楼梯上面的那一刻，其实我心里是有点想哭的，因为这部动漫其实陪了我很多年了，从我国3到现在吧。对，那时候国3刚接触 Love Live， 也就是我刚接触动漫的那一刻，因为那时候刚好要考会考，我每天其实都是读得很累、很痛苦的。当我觉得我很累，有点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会去听一下 Love Live 的歌，然后看一下 Love Live 的动画，就是偶尔挑个几集这样看，然后也不会把它看完。当我看到第2季的时候，他们要分别那一段，我真的是哭到，真的是受不了一个地步。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动漫看到哭的。就当我准备要离开神田明神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这座桥上面有这么多人都在拍照？于是我就停下来查了一下，没想到发现这边居然是这条路确实是铃芽之旅那个车站，没错。我以为不是结果真的是。我现在来到了木白站，这里是不起眼的女主角跟天气之子里面有出现的一个坡道。台湾小笼包，等一下去涩谷，去看 You Are My Special。来到这边注意一下哦，这边其实也有个圣地。只不过那时候因为我还没有买够中毒，所以我不知道这里就是祥子跟灯那时候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我也在思考为什么后面这些人在拍照，我那时候也没有注意到这边也是个圣地。真的是这里，我这边就站在上面，然后帽子被吹走。好了，那这边就不过多展示啊，你们可以看右上角的资讯卡，那边有我拍的一些对照的图。然后这条坡道真的是陡到一个不可思议啊！如果上面的汽车不刹车的话，是真的有可能直接摔到底下的。在逛完喜布亚之后呢，这里就是我在日本的最后一站啦，因为隔天我们就要准备启程回台湾了。没错，台湾的365天自由行。在这次的旅行中，我觉得我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，还有一些我之前在日本没有看到的事。在神社的时候，我有见到很多快马上面写着很多他们自己许下的心愿，有些心愿很有趣，像是说什么我希望自己发大财还是怎么样的，但是有些人是真心的是在许愿说让自己能够变得好一点。我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呢，我也去了须贺神社，再一次去了须贺神社，买了一块快马，然后我在上面写下我对我未来的期许。我在那块快马上面写，我希望我能找到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，我真正热爱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前几年我的人生真的有点迷茫了，从高3升上来之后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了。我连读现在这一科，其实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做什么。只是现在我找到一个我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事情，也是我从小一直以来的梦想。我希望我这个梦想可以一直持续陪伴着我，也希望未来的几年内啊，我也可以实现成为一个10万订阅的 YouTuber 吧。对，这是我希望的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。这次的日本之旅就在这边完美的画下一个句点吧。